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这期视频是暗黑4第4赛季里 1.4.3 版本下的野蛮人旋风成魔的攻略，主要内容为核心机制的科普以及装备词缀，还有中后期配装的推荐啊。虽然今晚就可以玩到法环 DLC 了，但琉璃还是干了10个小时做了这期视频，为此我连直播都割了。希望大家可以看在这个份上点赞支持一下。而如果你的装备很差，只是打算随便玩玩的话，那么我还是建议你看琉璃之前捡破烂2分速刷100层的视频。接下来先说一下旋风成魔的核心机制啊，和暗黑3当前版本的荒原痛歌一样，暗黑4当前版本的旋风成魔它的主要输出也不是旋风斩，而是由成魔触发的狂暴撕裂的流血。我们狂暴状态下，成魔击中敌人之后，会按照威能的比例把基础伤害转为敌人身上的流血。这个转出来的流血基本上只看成魔伤害和一些独立的增伤，不会吃双手剑专精、双手锤专精、拉玛兰迪甚至是重击被动的效果。而这些争议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拉玛兰迪它是可以征服成魔的啊，但转化出来的流血它是不享受的。而这些都不吃的流血之所以强力，主要是因为2个非常强力的额外争议效果。第一个呢是野蛮人的终极被动涌血创伤，它是会根据我们面板的暴击和暴击伤害来征服流血伤害的。第二个呢是野蛮人巅峰盘的流血传奇节点，它可以根据易伤的比例来提升流血输出。这2个争议来源都是独立而且高额的，加在一起可以让你的流血伤害提升数十倍。所以呢，如果你的旋风打 BOSS 慢的话，要么就是你狂暴断了没法转换出流血，要么就是你的暴击不够，涌血的触发太少了。所以想要玩好旋风，你就必须要堆高暴击、易伤和暴击伤害。暴击呢可以在手套、戒指和项链少，属于是50刚刚入门，80也不嫌多的。极端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敏捷系的装备，或者呢是装备镶嵌绿宝石来敏捷转换成暴击。易伤和暴伤2个都堆的收益会比只堆一种要强，比例呢差不多就是 0.6 易伤比1暴伤。你有2000暴伤的话，就需要1200的易伤了。而他们呢在装备上是处于同一个位置的，就是一件装备你出了易伤的话，那就不能出暴伤了。回火也是同理的，就虽然我们可以利用游侠来给手套、武器甚至戒指、项链去回火易伤、暴伤，但这2种属性呢，我们是只能选择一个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会推荐你在装备上去寻找易伤，然后回火里呢去找暴伤。这是因为装备的易伤比暴伤的比例它是远高于回火的。就是以双手武器为例，你可以参考这张表格，可以看出来呢，装备出易伤，回火出暴伤，得到的双伤词缀的总和是最高的啊。如果你打算进一步去研究这2个伤害词缀如何配比可以最大化输出，那么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加菲猫的视频。但如果你只是想玩啊，懒得去算，那么武器的词缀推荐就是太古易伤去回火暴伤是最优的啊，其次就是太古力量普通易伤来回火暴伤，也可以是太古暴伤去回火易伤，后2者的区别就不是很大了，看你有啥装备底材就选哪种吧。啊，当然武器的回火再好，网络条件不好，断了狂暴就一样没伤害了。这里琉璃推荐你使用迅游加速器，它呢不仅可以一键下载免费加速战网，还能同时保证暗黑4的网络顺畅。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加速器的话，可以在客户端的主页输入口令暗号漏球琉璃，白嫖到3天的加速时长。因为游戏上线 XGP 才入坑的朋友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找齐160个莉莉丝祭坛是很头疼的。迅游加速器内置的莉莉丝寻路功能不仅可以帮你在游戏中查看莉莉丝祭坛的分布，还贴心自带了寻路导航，你可以沿着它的路线一步到位，点亮所有的莉莉丝祭坛，让之后的开荒更加顺畅。言归正传啊，接下来说一下当前版本旋风的一些小 bug， 还有关键的旋风操作。那么其中最大的 bug 就是旋风这个雕纹啊，它在当前的版本只有上半身的 A 类增伤生效，那这个增伤是会和我们面板的几千易伤暴伤加法运作的，而下面那个 13% 的独立增伤目前是不生效的啊，所以在 bug 修复之前我是不推荐你携带它的。其次呢，就是狂暴持续时间延长这种词缀，它目前是不会影响到战猴给的4秒狂暴的，但是它可以影响战斗狂热或者是钢铁之握和鲁莽狂战等技能给的狂暴时间。如果你堆一点的话呢，对于 BOSS 战来维持狂暴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是旋风这个技能的操作特点啊，这个技能在释放的时候会扣除我们 50% 的移速，所以呢，你想要刷图的时候流畅一些，你是需要堆积额外的 150% 的移速的啊，这样战斗状态下旋风转起来才有200的移速。装备不够到位的话，你可以喝赛基药水啊，战斗状态下它能提供 45% 的移动速度。其次就是旋风的操作手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流派里打输出的是成魔，而旋风释放成魔的频率是跟操作有关的。
就由成魔威能释放的成魔，它会在旋风引导的起手瞬间判定一次，之后呢再根据引导的时间进行产出的判定。就是如果你的旋风按住不放的话，那么在抬手第一个成魔的产出之后，要等1秒左右才会释放第二个成魔。而如果你引导旋风之后立刻松手再次引导，那么成魔的产出频率就会显著提升了。虽然这样一来怒气的消耗也会显著提升就是了。说人话就是，如果你快速的点击旋风这个技能，产出成魔的频率会比你按住不放要高2到3倍。屏幕中的视频里你也可以很轻松的看出来区别。所以要打出最高的伤害，我们就得在遇见精英跟 BOSS 的时候快速点击旋风。那这个操作呢，是可以通过消耗你鼠标以及爪子的耐久进行的，也可以通过鼠标红等软件来实现。比如说琉璃就用的是罗技的鼠标红，我写了一个每秒按10次旋风键的功能遇见精英跟 BOSS 了我就开它，赶路的时候呢就关掉它来维持怒气。而至于旋风斩的释放武器，我推荐你用长柄武器。我们打开技能树，用鼠标中键就能选择旋风用啥武器来释放了。用长柄释放旋风斩可以享受到专精提供的额外 15% 的独立增伤，还能够配合专属的雕纹获得 10% 的独立增伤。而且由于长柄武器本身的白质输出较高，所以它的基础伤害也会比双手剑要高一些。而至于主副的话，我不推荐你带，因为亏了输出词缀跟回火的词缀，你得全身装备都毕业了才能追回差距。当然你全身都是2到3太骨的话，那你带主副去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推荐你雕纹换一个开膛破肚，这样在进度阶段就能实现无限的战吼了。那接下来是技能的搭配推荐。一般来说3吼加旋风4个技能是定死的，而另外2个技能的可选项是比较多的。我们这里挑一些常用的来进行说明像先主召唤这个技能主要是用来增伤和爆发的，技能开启形态下我们是可以得到伤害加成的。此外呢，在你装备暗金裤子亚瑞特的存在时，先主他也会释放一个强力的成魔，它的伤害会比我们本体释放的要高 30% 左右。打 BOSS 的阶段，你开先主配合这个裤子可以额外获得 30%到40% 的爆发输出这个技能还存在一种高级的配置，就是你的戒指去回火先主召唤冷却，配合身上的词缀还有裤子的冷却缩减，把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可以压缩到12秒这个极限数值。这样呢，再配合统帅雕纹用3吼来刷先主，就能实现战斗状态下几乎全程的先主庇佑了。钢铁之父它就是一个减伤类的技能一般人装备比较差的时候用来维稳的。它呢也可以配合威能来进行免控和减伤，高级配置下一般是没有这个技能的位置的。而冲锋、踢击还有钢铁之握这3种技能一般都是来协助维持狂暴或者是易伤的其中钢铁之握是自带狂暴和易伤，冲锋跟踢击就需要战斗狂热这个被动来协助了。你选冲锋的话呢，后期可以给武器回火一个狂暴持续，这样你冲一次就能有5秒的狂暴了。它的不可阻挡还能配合迪伯特来回蓝和增伤。选踢击的话，后期是可以武器回火一个踢击易伤持续，这样呢你踢 BOSS 一脚就能稳定易伤很久了。我目前自用的速刷105到107的配置就是带钢铁之父和冲锋的因为这样可以 cos 一下暗黑3的野蛮人，冲锋解控回能，旋风触发成魔输出。等我的手势刷到毕业了，就会把钢铁之父换成 12.5 秒的先主召唤，去速刷111层了。最后是装备词缀的选择推荐和回火说明武器呢，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就是力量、生命、易伤为主体。但是回火方面，这里有一套比较经济型的，那主要是2把武器的伤害类回火。我们开局提过武器、戒指的回火都可以用游侠来选择爆伤，但爆伤这个回火本身是5选1的，就算你的成魔回火是3选2，它的出货率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这里推荐呢，是你2把武器，也就是双手锤跟长柄分别回火成魔范围2次几率，然后都回爆伤。另外2把单手剑你先回火狂暴伤害单手剑选择狂暴伤害呢，是因为我们巅峰的传奇节点血怒可以根据我们面板的狂暴时伤害来提升我们的总输出，不过它只会计入 300% 就达到上限了。2把单手剑的回火加上巅峰就能满足 300% 的需求了。而狂暴伤害它是一个3选1的配方，这样你就有2把武器可以很轻松的点出来了4把武器上半的回火呢，我们只要满足成魔的2次概率到 100%， 成魔的范围提升到 7% 到 80% 就好了。因为烈风这个威呢也会提供 20% 到 30% 的大小，只要这2个加起来有 100% 就行了。而如果你的装备强化够高的话呢，那么一般会有一把单手武器的回火空出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看你的技能来选择它回火的词缀了。
头部这边的话呢，弑神者军帽跟獠牙都可以啊，我比较推荐的是强化命中了冷却的军帽或者是弑神者。胸甲这边呢，要么是普通的传奇胸甲，找全抗、力量跟护甲等词缀就好。威能一般是钢铁卫士啊，高配一点就选泰瑞尔之力，它给的抗性跟减伤的收益会更高一些。手套这个词缀优先选择太古暴击，之后你再看情况补充护甲、抗性以及易伤等等输出词缀。而回火呢，选择爆伤和随意的控制词缀啊，我一般会选择控制时间延长之类的。而裤子这边就是2条暗金裤子选了，要么是迪波特配合冲锋回能来增伤，要么带亚瑞特最大化爆发。鞋子就是根据情况来了，低配版本我建议你穿炎的祝福，它呢有易伤、减伤，还有免费的战吼。后期再换成带太古移速的传奇鞋子，然后你再打一个增加移动速度的威能这样子你就算是转旋风也不会走得很慢了。戒指这边推荐你戴传奇戒指加星空词缀推荐呢是太古的暴击优先，而另外2条词缀看你的喜欢。我的推荐是全抗性加易伤的组合，这个易伤吧，你可以根据情况换成太古的力量，甚至是太古的敏捷因为太古敏捷强化到满值又接近 4% 的暴击，可以让你的暴击更容易达标。回火方面就优先找爆伤吧，然后看自己的玩法来选择搏斗、战吼冷却或者是先祖召唤冷却。如果你带冲锋的话，我建议是搏斗冷却，因为它可以同时减少战吼和冲锋的冷却。但现在我一般推荐你第2个戒指带星空旋风叠满了，它有 50% 的增伤跟 50% 的减耗，输出跟手感都有很大的提升。项链这里优先是找太古的冷却，其次是暴击跟被动技能。被动方面选择削骨和4大历程都行如果你只是为了速刷的话，那么甚至不要被动选移速也行，主要是好的项链实在太难出了。而项链的回火呢，只追求速刷的话，可以选择2种技能的冷却比如说搏斗先祖的冷却加一个挑战路口的冷却。而如果要追求伤害的话，甚至你可以考虑项链回火爆伤易伤但这就不是平民考虑的事情了最后是构筑方面的推荐这里呢是有琉璃目前的低配和中配，高配的话呢，我建议你参考透明的构筑，这几套的巅峰盘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你要用主副的话，就把最后一个盘的长柄雕纹给换成开膛破肚就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正在等待法环 DLC 的琉璃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